这里是 Anime Source， 一个关于影视与游戏动画的频道。在进入主题之前，先让我们了解这技术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离不开最不能再基本的动画12项法则了。对于那些以前没有听过的人，这些基本法则是源自于一本名叫 Illusion of Light 的书，由 Disney 动画元老 Ollie Johnston 和 Frank Thomas 编写。这12项法则里的技术合集是由早期在 Disney 电影工作的动画师通过经验累积建立起来的。之后这些法则就在我们所知道的动画电影里形成了最基础所需要的技术，而现在每一位动画师基本都在他们的事业上极力掌握这些基础技巧。这集我们就谈谈这12项法则里的 timing。 动画是个基于掌握动作在时间的一种技巧，掌握物体的动作时间，这也让它成为12项法则里最基础的一个法则了。动画可以说是一个测量随时间变化的改变， timing 是动作发生时候的速度或拍子，任何动作都会有。它可以是打瞌睡需要多久的时间才会完成，或是游戏里角色移动中的节奏，也可以是高楼倒塌下所需要的时间。有一些动作有很快的时间，像是在格斗游戏里的快速出拳，或者是惊吓的反应。一些动作有需要很长的时间，像是在水里的东西，拉着很重的东西，或者是脸部表情所需要的时间变化，来达到要交代的情绪。我们也可以用 timing 来交代其他事物，例如气氛。就拿镜头移动的方法来说，像是要有悬疑的感觉，镜头会缓慢移动。要是有突发反应时，可以用更快的 timing 来快速移动镜头，来表达想要表达的气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和 timing 息息相关的东西叫做 spacing， 它并不在于动画12法则中，但它对 timing 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两个概念通常是需要一起讲解的。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讲解这两个概念，就是 timing 指的是什么时候， spacing 指的是怎么样。在动画里面， spacing 指的是事物从上一个帧到下一个帧移动或改变的程度，距离越远，速度就越快。拿球来做个例子，从萤幕左边移到右边，然后需要24帧来完成这个动作。现在我们知道需要的时间要24帧，但是要怎么从左移到右呢？我们可以用非常平均的 spacing 来移动，就是24帧每一帧的距离都一样，动画的感觉就会是比较平淡的速度。但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距离都比较靠近，然后到后面距离比较远的时候，这样的间距分布会有种加速的感觉。开始的时候比较慢，到后面全速冲刺。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呈现减速的效果，就是在间距中做出不同的分布，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速度移动。接下来就看看 timing 和 spacing 在电影与游戏里对作品的风格影响。从电影 Avatar 中所看到的动画感觉是非常写实的，因为电影风格设定，所以电影中的动画都是贴近现实的。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风格，像 Terminator、Avengers、Spider-Man 众多欧美电影都属于这类型的。可以从 Disney Pixar 电影系列中看到人物的动作跟写实风格有着非常不同的感觉。通常卡通电影都会加强夸张化表演与动作上的表现，然而在不同的卡通动画里也有分不同的 timing 和 spacing， 例如 Cloudy with a Chance of Meatball 和 Hotel Transylvania。 看得出这些电影在 timing 和 spacing 上的不同，如果看不出，至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要做一款格斗游戏，你必须考量到游戏里的元素和你要的动画 timing 和 spacing。 例如大多数的格斗游戏都有着非常快的 timing， 很多攻击看起来都非常的快，像在 Smash Bros 的 Mario 从带击动作到踢腿的攻击动作只花了3个帧左右。想象下，如果类似街头霸王的格斗游戏有着非常写实的动画，那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玩了，因为所有的动画动作都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对游戏速度来说是非常慢的。但如果你是想做 UFC 这类型的格斗游戏，就不能运用卡通化的 timing 和 spacing 来制作了。看看 Dark Souls 和 Devil May Cry 的游戏打斗的动画 timing 也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Devil May Cry 的动画节奏都比较快和动感，画面通常是很华丽的，角色动作也有非常多的选择。相反 Dark Souls 的攻击动画就比较慢节，这里很有可能是配合游戏设计的因素，因为 Dark Souls 的玩法大多是要玩家很仔细的读取敌人的动作然后做出攻击，
所以把 Dark Souls 的动画速度调快，应该会变得很难玩。看两者的连击速度，所以 timing 都在不同的游戏里有着不同的影响。这集就说到这里，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要我做更多类似这样的视频，请在下方留言。记得点击订阅，感谢观看，我们下集见。